4月16日，江西宜黄河段耗资2亿元修建的才子大桥护栏发生大片倒塌，网友们纷纷猜测大桥护栏倒塌的原因。目前，当地官方部门给出的回应是，大桥倒塌的原因可能是风太大。这里是知识 TNT。大风吹断石桥，听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，但大家要知道，当地那天出现了8到11级雷暴大风天气，部分地区的瞬时风速甚至达到了每秒35.9米。如此极端的天气造成令人震惊的意外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就在前不久，江西某市的某小区中也发生了好端端在家中睡觉，却连人带床垫被大风吹落坠亡的事故。极端天气发生后，才子大桥的护栏发生了倒塌。无独有偶，去年陕西一座大桥发生过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护栏倒塌事故。2023年8月4日，五宝县境内连接山西的黄河大桥护栏发生倒塌，长度达数百米。从当地人上传到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出来，倒塌的护栏也是白色石质的，具体是什么石材不得而知。在场的目击者告诉记者，护栏底座处于裂开状态，桥上人行道也有开裂的情况。五宝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事发当天下午，大桥所在地区也出现了极端雷暴天气。当地气象局在8月4日确实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，显示最大阵风可达7级以上。媒体在事发之后走访当地，发现当地河段其他桥梁的护栏没有发生类似事故。从才子大桥再到五宝县的黄河大桥，桥上的护栏都是实质的，在发生事故前都出现了极端大风天气。难道大风和护栏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系吗？江西才子大桥围栏倒塌，当地交通局回应可能是风太大。莫非大风和护栏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系？桥梁护栏自古就被重视，既有安全属性，又兼具审美和装饰作用。古代的大桥清一色都是石质结构，所以护栏部分和桥体在整体结构上也是一致的。现代建造桥梁的材料多样化，除了石头，还有混凝土、钢铁等其他材料。根据建筑界内的划分，目前桥梁护栏的材料主要有混凝土类、金属类和混合类型。从一些建筑资料中没有提到石质类型，所以实质的桥梁护栏应该是被归纳为混合类型了。桥梁护栏的材质类型虽然很多，但大部分的公路桥梁其护栏都是相对简单的混凝土类结构。因为混凝土结构的护栏可以和桥梁主体融为一体，在桥梁浇筑的时候，其底部和桥面是连接在一起的。相比之下，金属以及混合类型的护栏在修建的时候，不能像混凝土结构那样和桥面连体浇筑。金属和混合型是在主桥体部分修建后，再单独于桥上修建护栏的。近年来，随着各地资源优化，混合型和金属类的护栏在公路桥梁的应用中越来越普遍。从结构和安装方式上来看，桥梁护栏又分为连续性和节间型安装模式。连续型的模式主要就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，这类护栏通常都是连体浇筑，虽然结构上也分为实体和镂空两种，但是护栏的中间没有空隙。所以在实用效果上，连续型安装的护栏，它在防撞性上更具稳固和安全，但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护栏，它的透视效果就比较差了，更不具备什么审美作用。另外一种节间型护栏模式，它是组装安装完成的。这类护栏结构中有立柱，2根立柱之间又有扶手、栏板等附件结构，因此构成了一个整体。在安装上，它的实用性更高且较为便捷。此外，在中间的栏板上，有的是实体雕塑，有的则是镂空图案。相比于连续型模式下的护栏，这类护栏有更高的审美性。由于不是连为一体的，是在后续工程中组装上去的，所以它的整体防撞功能就比较差。至于抗风的功能，那要看具体的风速和护栏设计的安全标准。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，才子大桥和五宝县的黄河大桥，其桥梁护栏都是节间型组装模式。江西抚州临川县耗资2亿元修建的才子大桥围栏发生倒塌，官方回应可能是风力太大导致。若增加护栏强度，坍塌事件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？作为一种障碍物，护栏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好，它最大的安全性是要体现出缓冲的作用。因为如果强度过高的话，车辆即使没有冲出去，强烈的碰撞也会对车内驾驶人造成伤害。所以在设计上，综合性的防护措施是降低车辆碰撞后的冲击力度，尤其是针对驾驶人胸部以上的区域。防护措施更应该以柔性和半刚性的护栏为主。
比如一些柔性护栏在发生碰撞后，它整体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，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冲击力，又能尽最大的程度保证车辆不会冲出去。而一些半刚性的护栏，护栏前面的路面会高出基本路面一部分，这样车辆在冲向护栏的时候，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汽车的头部和护栏发生直接碰撞。总体来看，采用哪种防护措施要看桥梁所在地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桥梁修建的整体投入水平也会影响具体使用哪种类型的护栏。护栏的作用正如其字面意义所体现的那样，而防护性能又是从多年来的修桥经验中不断总结出来的。每座桥修好以后都有各自独特的一面，护栏的独特更是桥梁的重心，它的作用和桥梁所在地的环境息息相关，又跟每天的实际交通规模有着密切关系。总之，不要觉得护栏仅仅是几块石头或者是一片不起眼的浇筑混凝土，它每天吸着汽车尾气，又遭受风吹日晒，一生低调无言，却从不轻易放弃自己担负的责任，除非发生什么意外情况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